Hello， 大家好，我是催眠语，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呢，我们来讲台湾传奇人物杨定一。那杨定一博士呢，他的人生充满了奇迹啊，从儿时的超凡能力到对宇宙奥秘的深刻领悟，无不令人惊叹。杨定一呢是出生于1958年的，当时他的家中兄妹4人。根据杨定一的母亲回忆呢，说他出生的时候便显现出异于常人之处。在母亲怀孕满38周之后呢，他竟然又慢吞吞的在腹中多待了6周才降临人世。据说呢，胎盘当时都已经钙化了。那这个小家伙不仅仅体重呢足足有4公斤，那个时候生出来头发都已经长得老长了。那杨定一的父亲杨振明呢是著名的生物医学工程家，曾荣获呢两岸华人名人奖。所以杨定一7岁的时候呢，便随全家呢移民巴西，因为父亲在巴西利亚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所以他们全家就搬到那边去了。那杨定一从小呢还被称之为神童，在他13岁的时候，他便获得了美国耶鲁大学的入学许可。同时呢，他还以巴西高考状元的身份呢入考了巴西利亚大学的医学系。最终呢，他选择在巴西呢攻读医学，放弃了耶鲁。在1979年呢，年仅21岁的杨定一呢便荣获了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生化专业和康奈尔医学院的双料博士学位。6年后呢，他更成为洛克菲勒大学分子免疫与细胞生物学主任。同时呢，杨定一还担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的咨询委员。他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呢，就是全球首位发现白血球能制造穿孔素，这是一种能攻击并歼灭肿瘤细胞的蛋白质。凭借着这项突破性的成就呢，杨定一曾一度成为了诺贝尔医学奖的热门竞争者。在1988年呢，经朋友介绍，杨定一就认识了台塑集团的创始人王永庆的女儿王瑞华。因为2个人对禅修有共同的兴趣嘛，所以结缘。于是相处融洽之后最终呢就结为了夫妻。杨定一也因此成为了台塑大王王永庆的驸马爷。然而可惜的是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很久，2个人于2018年，也就是结婚30年之后呢离婚了。当时的王永庆其实非常看重杨定一因为王瑞华呢是王永庆看好的接班人，所以王老先生呢干脆同时培养女儿和女婿。在王瑞华出任台塑集团的副总经理的时候呢，杨定一呢也成为了台塑集团美国分支的北美塑胶制造公司的总经理。从此以后呢，王永庆老先生又将自己创立的长庚生物科技公司的股权呢转给了杨定一。紧接着呢，老爷子辞去了长庚大学、明治科技大学和长庚科技大学3所学校的董事长职位呢，就让这位陈龙快婿呢接任了董事长。所以这3所大学呢都是王庆一一手创办的，如今呢他都交到了杨定一的手中。可见这个王老先生对这位驸马爷呢是青睐有加的。在旁人看来呢，杨定一年纪轻轻前途无量，理应沉浸在快乐与得意之中。然而在2016年的6月17日呢，杨定一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呢，主持人就问他说，像您这样人生的胜利组不应该过得比较快乐吧？但是杨定一的回答呢却出人意料，他笑着说，恰恰相反，如果执着于虚幻的表象呢，即使有钱有地位，那你也会更不快乐。而这句话呢是颇有禅意的，却让人摸不着头脑。直到2020年呢，杨定一出版了他的自传《奇迹》，才解释了其中的缘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解密杨定一书中所描述的这种奇迹的经历吧，也来看一看他所看到的宇宙真相。杨定一在书中就坦言说自己从小就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比如说天音，也就是说他在小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他就会听到一种至今不知道来源的音乐，他称之为天音。他认为这种音乐呢是来自于不同维度的层次，可能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谈到的星球的声音，宇宙最根本的声音。而这种声音呢，让他心中充满了光明和喜悦，就感到了安定和放松。有的时候呢，随着音乐，他的意志呢，甚至会离开了身体，到其他的世界游玩。醒来之后呢，他还会感觉到床上的身体是很陌生的。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年后的杨定一就再也听不到这种音乐，也就是宇哥常说的那种天灵盖和尚了。还有一种是内视，杨定一就说他小时候有一种特殊的能力，眼睛既能向外观看呢，闭上眼睛的时候同时也能够看到身体的内部。佛教中曾经就提到过内观，大概呢就是这种体验。而杨定一还说还有一种灌顶体验，他常常能够看到一些友善的生命，甚至包括一些知名的圣人，比如说传说中的耶稣。他就提到说，对于大多数而言呢，耶稣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但对他而言呢，他个人觉得是真实存在的。那杨定一的母亲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常常呢带着年幼的他去教堂读圣经，所以当时孩子们都去教堂只是聚在一起玩嘛。但杨定一是不同的，他说他对神父解读圣经是很感兴趣的，虽然似懂非懂呢，却总是听得很认真。杨定一说他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奇特经历就发生在教堂。当时呢，他说他听完解读圣经之后心中充满了那种宁静与喜悦，
长时间呢他就跪在地上祷告，他自己呢也不清楚自己祷告了什么。突然之间他就看到了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居然动了起来，而耶稣慢慢走下十字架呢，来到他身边，全身放射出了那种金色和白色的光芒。而耶稣凝视着这个小杨定一的眼睛轻轻地将手放到了他的头上。当时他说他立刻感到了一股电流通满全身的那种感觉，仿佛自己的全身发起光来，照亮了周围的一切。这就是他在幻象之中看到的。但是当时的小杨定一并不理解灌顶这个词。后来他的回忆说这种感觉呢确实是很像佛家密宗所讲述的灌顶，只不过呢今天的宗教之中灌顶更多是一种仪式的那种象征，而当年的这个小杨定一呢却是亲身感受到了能量的流动，看到了真实的美妙。他说他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言喻的快乐和满足。后来他就认为呢这是神的爱。从此以后呢他还多次的经历过这种被灌顶的现象。在光中他就感觉到身体呢不存在了，到处都充满了光明，而光呢就是身体。即使最后到他成年成家之后呢，这种被灌顶的现象呢，他说还时不时能够体验到。而杨定一描述的这些特殊能力呢，包括天耳通就是说他能够听到另外空间的音乐；天眼通呢，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都是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拥有。所以在8岁9岁的时候呢，有一天杨定一和这个弟弟在家里比赛跳高，看谁能够摸到门框。弟弟先跳呢，在门框上做了记号。杨定一不甘示弱呢，卯足了劲一跳，先是摸到了弟弟的标记，但还没完，他竟然继续往上升，就像安装了某种反重力装置一样。他说他产生了幻想，轻轻地往上飘，一直往上升，一直到了天花板。后来这个小杨定一就检查了，发现自己呢离这个门框的位置足足上升了1.2到1.3米高。当时的弟弟呢惊讶不已，就怀疑哥哥的鞋里是不是藏了什么宝贝。当时的杨定一自己也很困惑。从这次经历之后呢，他就体悟到人的潜能呢真的是很惊人的，也许只是思维的惯性限制了自己，让自己的潜能无法发挥而已。直到长大以后呢，他仍然思考这个问题，并联想起了数学家哥德尔曾经提出的定理，就是说人在封闭的系统里是绝对看不到系统之外的世界的。因此如果把人类视为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那么人类的观察工具和思维的方式都无法帮助人类看到体系之外的世界。这些工具和思维的方式反而阻碍了人类的认知。在杨定一看来呢，现在流行的宇宙理论如大爆炸理论弦理论、混沌理论，甚至统一场理论都无法帮助人类真正的认识到宇宙真相，因为他们都是在这种封闭的体系之中创造出来的，人类通过大脑的想象创造出来的模型，而大脑本身呢就是封闭的系统的一环所以杨定一就认为呢，任何的信息都是螺旋场，生命、能量、物质的本质都是螺旋场，人类的意识也不例外。螺旋场呢是从无到有，创造一切的根本之力。所以只要能够感应到螺旋场呢，人类透过任何一种感官呢，都能够接触到生命更深的本质。所以杨定一就说，他是在进入非常宁静的状态之后领悟到这个原理。这也解释了为何世间随处可见螺旋构造，比如说龙卷风、漩涡、DNA 的双螺旋，都展现出了完美的螺旋的形状。他还发现呢，螺旋的角度和转速呢，决定了物质的最终呈现。对螺旋场的领悟呢，所以杨定一从此就很少像一般人那样看书了。他家的藏书万册呢，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宗教、心理学、哲学、科学等等。但是他发现人的大脑有个特点，就是读书的时候很容易被细枝末节的知识所困，而忽略了书核心的内容。所以杨定一如何读书呢？他就发现心很静的时候，只要接近一本书就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心情和创作的意图。这就是因为每一个作者、艺术家或者是画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都会留下一个生命之场，也就是那种螺旋的信息场。有一定能力的人呢，无需真正看完这本书，只要一接近它呢，就能够感受到这种螺旋场的特质，或者说它传递的信息嘛。那这种能力呢，其实就是类似于那种六神通他心通，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所以杨定一就认为呢，这种他心通的功能其实算不上什么神通，而是人人先天就具备的。只不过现在的社会呢，硬把这种能力说成了超能力、特异功能，而人为的压抑了人们认知自身的能力。所以杨定一就认为，人呢是通过五感而获得信息传递到大脑，再由大脑加工成所谓的现实，其实呢都是虚幻的，离真相呢非常遥远。所以现代西方的脑科学研究者也认为大脑创造的现实呢，称之为体验式现实，它与现实的世界的真相是存在差距的。就连华盛顿大学神经专家塞维托奇教授也认为人类至今根本不知道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感知呢只是一种受控的幻觉，因为大脑中没有光，没有声音，它只是一个很黑的盒子。
既然大脑有这种独立加工呈现的机制，那么我们所感受到的、所看到的现实，其实真的只是呈现的影像而已吗？它并非是客观的事实吗？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够保证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相呀。这也就符合了东方佛家的说法。佛家总是说嘛，我们体验到的一切都是幻境，都是泡影，都是虚幻的，让人类不要执着于这种所谓的现实。这当中可能也透露出了一些宇宙的真相。那杨定一20多岁的时候在纽约学习生活。有一天他说他走在大街上，恰好也路过一家书店，就闻到了从书店里飘出一股檀香的味道。于是他不由自主的就走了过去，逛了一圈，他就发现书店里的书呢，大多数与哲学、宗教、灵性的提升有关，这正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于是他一路就看过去，突然就看到了一本书架子上的书，封面是一个老人的脸。杨定一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就愣住了，他凑过去看那个封面，当他全神贯注的看清这个老人的脸之后呢，眼泪莫名其妙的就流了下来，而且止不住的流。他觉得老人的脸似曾相识，但大脑中呢却没有记忆。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呢，有某种意识告诉他说，这个老人呢就是他曾经很亲近的一个人。这时候杨定一就从头到脚有股通电的感觉，意识到好像人仿佛站在两个叠加的时空里面。他说他不知道站了多久，旁边有一位女士就问他说，先生你还好吗？他才从那个叠加的时空之中回到书店，紧接着他就对那个女生说，我还好，没事。这时候杨定一才翻开那本书封面的主角呢叫做拉玛那马哈希。他只是把手放到书的封面，立刻就明白了书中要表达的意思。他又看了书的介绍，知道了这个马哈希是一位印度的圣人，是生于1879年的，一直呢在印度的圣聚山呢修行，直到1950年去世。杨定一呢突然感觉到这位圣人曾经是他的老师，是在某一世呢指导过他的修行。所以说在书店的这个邂逅呢，前世老师的这次经历再次开启了杨定一关于前世修行的记忆。不久之后呢，杨定一又在另一个书店看到了禅宗六祖慧能留下的《六祖坛经》，于是他买下了这本书。1个星期之后呢，才开始阅读。一读之下呢，他说他又是泪如泉涌，又看到了跟马哈希照片时反应一样的那种场景，而且看着看着，他就能觉得自己已经飘到了天花板上去了，俯瞰着自己的身体在下面阅读。这个时候呢，杨定一他说他以一种很超然的感觉呢，进入了一种幻象，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宇宙瞬间就领悟了这个宇宙的来历，看到了地球上数不尽的文明。在短短的瞬间呢，他突然感悟到了一切真的都是幻觉，以前对世界科学的那种认知呢，瞬间被蒸发了，过去的一切概念和思考的方法好像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这种感觉呢，仿佛就是瞬间开悟了。所以杨定一就发现自己仍然在阅读这个《六祖坛经》，已经翻到了封底了。从这一刻起呢，他就下定决心要对事物呢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要找到幻象之后的真相。幻象虽然也是一种存在，但它是人的五感经过大脑加工后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所以杨定一就对这个领域开始研究。他就说，既然自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认知都不过是幻象，那怎么才能够找到真相呢？他就把这一段心路历程描述为自由坠落，又到坠落之中改变，然后自由的上升，在上升中又有改变，也就是仿佛象征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大起大落。所以杨定一呢就感悟到说，他从出生懂事以后呢，原以为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这时候才明白自己什么都主宰不了。从这里他就领悟到说，执着于钱财地位还有人生胜利的组呢，是绝对不会快乐的。另外一个他领悟的真相就是，人的大脑是让人感觉到自己是有绝对自由意识的。其实真相恰恰相反。就在他困惑和改变之中呢，一位朋友又给他介绍了一本书，书的封面是一位老和尚。杨定一看了看介绍呢，知道是虚云和尚。他看着虚云的照片呢，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纽约那个书店，然后又泪如雨下。紧接着呢，他就开始盘腿打坐。打坐入定之中呢，他就看到了许多过去的经历以及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他看到了自己曾经在北美印第安部落中做过萨满巫师，在燃烧的火堆旁呢载歌载舞。他也看到了人类的过去曾经诞生过无数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是没有一个呢能够躲过灭亡的命运。所以他就顿悟了，说人类对科技对物质的追求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向内去寻找真正的自己，寻找那个能力无限能够通晓一切过去未来的自己呢，才是人类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人要找到原始的自己，才能够找到真相，这才是人类该觉醒。而且杨定一在《奇迹》这本书中还谈到了觉醒，这其实在中国的古书中早有记载。在道家中叫做返璞归真嘛，就返还原始本性的人，自然就拥有了先天的那种智慧。而每个人呢，本来就是拥有巨大智慧的潜能的。而《奇迹》这本书的核心呢，就是返璞归真，找到真正的自我，把自己的经历的那种奇迹与读者分享。
也是希望呢帮助大家做好准备，为未来的那个救世之神的降临做好准备。而这位救世者呢，就是西方所流传的那个弥赛亚，东方所说的那个弥勒佛，推背图中所说的圣人。而杨定一在这本自传之中还谈到，他说这本书呢，以及一些灵性的书籍啊，是为了一些水晶小孩们准备的参考书籍。那水晶小孩呢，宇哥之前也讲过，那代表着197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批小孩，他们总是觉得与世界格格不入，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内心，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在成年人看来呢，他们是属于自闭的一群，但是西方人称他们为靛蓝小孩。杨定一就说这些小孩呢对环境非常敏感，能够感受到许多普通人感受不到的东西。他们的身体散发出一种蓝紫色的光，表示他们会看清名利物质，更注重灵性的提升，因此他们的注意力会转移向内。在1970年代呢，西方通灵人士卡普女士最先谈到了这种人体回光，但是世俗的成年人呢是无法理解这些孩子的，认为他们是不正常的，没有生存能力的。更进一步呢，到2000年以后呢，地球上又诞生了一批小孩，被称之为水晶小孩。他们通常认为身体散发着乳白色带点彩色的光。在1990年代呢，西方通灵人士维图女士最先预言了水晶小孩的诞生。而杨定一就发现这批小孩很有创意，观念灵活，不固守原有的思维，他们什么都要摸一摸试一试。而世俗的成年人认为他们不守规矩，但是杨定一强调说，地球的未来呢就在这批水晶小孩的身上，他们会建立一个新的现实，打破过去人类物质文明给观念设下的条条框框，从而开创一个更友善更有利于追寻先天本我的一个生存观念。所以杨定一博士就认为呢，1970年代出生的这个靛蓝小孩呢，首先对人类所有的执着，所谓的现实都提出了质疑，从追求物质而转向了灵性的提升层面。而2000年代出生的水晶小孩们则内外更加平衡，并不特别偏向于物质和灵性的某一方面，他们提出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